光说电路结构还不够精彩，要看门道，要了解这款充电器在整体电路设计上的优缺点，以及 PCB 用料方面的小心机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一个 OPPO 100瓦的小方屏超级闪充氮化镓充电器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它。我看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啊，都把这个充电器当成100瓦的 PD 充电器。测试篇规格介绍的时候给大家说了的，这一个小方屏仅仅是一个 PD 65瓦的充电器，不要把它当成100瓦的 PD 啊。这个100瓦只代表着它支持 OPPO 的 SVOC 100瓦的私有协议而已。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咱们话不多说，来拆解这个小方屏。老规矩啊，拆解之前，我们先对这一根100瓦的10安的 CC 线，我们来对它做一个拉力测试，看看这个 OPPO 的10安的原装线材，它的质量怎么样。我们现在对它做拉力测试。咱们前面2次拉力测试搞忘了把拉力计归零啊，我们再来做2次吧。这个小方屏自带的磁吸 CC 线2次的拉力测试，平均成绩61公斤。大家觉得这个拉力成绩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把它剥开，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线芯。这是线材自带的编织网，磁吸外皮表面还包了一层薄膜，磁吸粉末的外皮跟内部的屏蔽铝箔已经粘合在一起了。一共有3股裸露的镀锡线，这3股线应该就是负极线和 GND 了啊。这是外皮，按道理来说，这个磁性应该是挺好的，这个用起来这个磁性不怎么好啊。2根红颜色的正极线，白色和绿色应该是低加和低减，蓝色和黄颜色应该是 CC 线和 VCOM 线。内部线芯里面没有看到有抗拉纤维，这些线材本身的做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都是用的很亮的镀锡线的铜丝，而且铜丝里面包含有抗拉纤维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 Type-C 口全部拆开看一下，线材内部没有配置钢网，保护 Type-C 口的 PCB 就靠这一个塑料了啊。内部的芯片被这个黑胶给封住了。我们再来拆开这一个头子，内部同样的是没有保护钢套。我们先把这个胶清理一下，看一下内部有没有芯片。这根10安线是采用的单 eMark 芯片的方案啊。这个 eMark 芯片由台湾利奇科技推出的 USB-C 电子标签芯片，它上面的适应型号是4T4，实际型号是 RT1731。利奇科技1998年成立，专注于电源管理 IC 与高性能模拟芯片的设计与研发。芯片支持 USB-C 与 USB-PD 应用，兼容主动式与被动式的线缆。芯片内建 VCOM 与 CC 通道，具备 V-Bus 短路保护功能，可以提升整体使用的安全性。这就是这一根 OPPO 10安的磁吸 CC 线拆解后所有的东西，大家觉得它的做工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这个小方屏本体做一个拆解，看看内部的做工、电路和用料。这个充电器的话，直接选择用切割机把它从这里把它切开。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。220伏交流电采用的是导线的方式，连接在主板上面。大家看这些电容的缝隙都是白胶啊，但是这个主板的背面它是没有灌胶的，元器件跟壳体之间是悬空的。我们直接拔出内部的板子，直接就可以拔出来。壳体这个侧边贴了一张黑色的麦拉片，麦拉片与壳体之间还有石墨烯的导热贴，壳体底部也有这样的散热措施。咱们刚刚切的时候把这个整流桥已经切坏了啊，主板这里也被我切了一个缺口。咱们这个充电器已经是放了好多天了，所以说它的电解电容是没有电的。拆解充电器有触电的风险，各位老铁们不要模仿我们啊！它一共有1片、2片、3片、4片 PCB 构成，元器件跟元器件之间挨得非常的紧密。体积这么小，内部空间有限，才会做出这么紧凑的体积，这也证明了工程师设计的功底。折叠插脚部分有2颗螺丝进行固定，黄色的壳体部分跟这个主壳体部分通过超声波的焊接连在一起的。这一个盖板把这个2个折叠插脚给盖住，可见这个构造啊设计的非常的巧妙。这是内部的220伏交流连接线，簧片是铁质的，插头部分为铜质材料，内部有很多胶都清不出来。这个结构做的太紧凑了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外观，然后把它全部拆散。
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。这款 OPPO 小方屏，它采用的是一套紧凑型的单路反击供电架构，搭配同步整流和独立协议控制电路，输出能力满足100瓦级 SWOG 私有协议需求，也能兼容 PD 公版协议，兼容性与稳定性并重。电源主控、电压转换、协议识别、同步整流、电流控制，各个模块之间分工明确，协同稳定。尤其在体积受限的情况下，通过多板分层堆叠和不同的 PCB 工艺搭配使用，让整机具备了极高的集成度与散热效率。光说电路结构还不够精彩，要看门道，要了解这款充电器在整体电路设计上的优缺点，以及 PCB 用料方面的小心机。别走开，看我给大家做深度解析。整机的 EMI 输入部分设计非常规整，所用的元器件也是国产一线品牌。保险丝采用的是来自东莞贝特电子的慢熔型 3.15 安250伏保险丝。贝特电子成立于2007年，专注保护元器件的研发与制造。紧接着是2颗绿色的 NTC 热敏电阻，用于抑制上电浪涌电流，出自汕头的松田电子。这家企业成立于2002年，是国内较早布局安硅元件的厂商。安硅 X2 电容同样来自松田电子，规格为 0.1 微法，蓝牙等级305伏，供膜电感采用绕线式结构，用于削弱供膜干扰。整流桥选用的是重庆平伟电子的 TBMR 810，规格为8安1000伏。平伟电子创立于1998年，是国内老牌的功率器件制造商。高压滤波部分则搭配3颗东家电子的 KRM 系列电解电容，规格分别是39微法、22微法和18微法，蓝牙值均为400伏。东家电子1999年成立，专注电解电容领域，品质和口碑俱佳。3颗电容搭配1颗公制插模电感进行插模滤波，保证后级电源稳定输入。整机采用传统但成熟的 QR 反击结构作为主供电架构，电源输入滤波电容采用的依然是东家的 KRM 系列产品，规格为10微法50伏的电解电容，为主控芯片提供启动电压。电源主控芯片则是蓝芯半导体出品的 SC3009。虽然这颗芯片在蓝芯官网目前没有公开的资料，但从其工作表现来看，应该属于专为高性能反击设计的专用电源主控。蓝芯科技2015年成立，专注电源管理模拟 IC 设计，主开根管则采用深圳英诺赛科的氮化镓器件，型号为 70DA190B。英诺赛科成立于2017年，是国内氮化镓功率器件的核心供应商。该型号为650伏耐压的增强型氮化镓器件，具备高速切换、低导通阻抗的特性，有效提升整机效率。主控芯片的旁边配置有 LC 滤波网络，用于降低噪声干扰，增强稳定性。主开根管的漏级输出端还有1颗贴片电感，用于 EMI 治理。变压器结构为半封闭式铁氧磁体设计，初级5个引脚的设计，其中1组为主控供电辅助扰组。这个设计上兼顾效率与散热。同步整流与隔离反馈部分同样使用了大量的优质国产器件。安硅 Y 电容方面，使用了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 TLB101K 与 TLB331K 的陶瓷安硅电容各2颗两串联使用，规格分别为100匹法与330匹法，蓝牙值全是400伏。特瑞祥科技2010年成立，专注高压陶瓷元器件的优秀国产厂商。反馈隔离部分采用了1颗一光电子的 EL1009 光电耦合器。台湾一光电子创立于1982年，是台湾老牌光电元器件企业，产品稳定可靠。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继续采用蓝芯科技的 SC3504。从电路连接和布局来看，这是一颗专为同步整流优化设计的芯片，具备过压、牵压与快速驱动等功能。同步整流开关管则是重庆平伟的 N 勾道 MOS 管，型号为38N101SL，
具备较低的导通电阻及较大的电流处理能力，为输出提供高效的整流能力。输出滤波固态电容采用的依然是香港东家的产品，用了 KW 系列 DESR 高文波电流的固态电容2颗，规格为680微法25伏，滤波总容量1360微法。协议与控制输出部分，协议与输出电路部分的主控芯片仍由蓝芯科技的 SC1834 协议芯片单缸主控，负责 PD 通信及 OPPO 私有快充协议管理。这个芯片也没有资料，不排除是定制级产品。输出 VBus 控制由评委电子出品的 N 沟道 MOS 管进行通段控制，型号为 050N03HL2。这个开关管在评委官网也是没有查到资料，应该是一颗低导阻的 NMOS 开关管。输出电流采样则是由这一颗003的贴片电阻来完成输出电流检测与保护控制。从整体的电路架构来看，这款 OPPO 小方屏100瓦氮化镓充电器的设计可谓克制而不失水准。核心架构走的是极致小体积加全国产高集成方案的路线，优点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。首先是体积与性能的平衡，整机采用的主控整流协议全部来自蓝芯半导体，3颗芯片共同协作，兼顾私有与 PD 公版协议的兼容性。主电路搭配英诺赛科的氮化镓开关管，在单路反击结构下，依旧实现了高效率、高功率密度的输出表现，结构上保持了高度集成。第二个亮点是 PCB 用料与工艺选择非常讲究，整机4片 PCB 分别采用3种不同的工艺。主电源板使用了纯金工艺，具备更高的抗氧化性与焊接可靠性，适合承载大电流与高频开关信号的主电路部分。这个地方写有纯金工艺的标识，这是变压器的焊接角位，还可以看到黄灿灿的纯金工艺的焊孔。这一片小板则是采用的 OSP 工艺，成本相对于纯金板它要低一点，但是平整度更高，适合焊接密集的协议 IC 与电压控制元件。安装插件元件的2片小板则采用了 HASL 工艺，便于插件焊接及后期维护。这种多工艺混合使用的做法，既降低了制造成本，又在性能与可靠性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。第三就是国产器件选型的成熟可靠，东家、松田、评委等厂商提供的电容、电感、MOS 管等元器件，性能稳定，工艺成熟，有利于规模化生产与品质的一致性控制。当然，设计上的取舍也是有的，比如整机它没有采用 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路，但是在这个小体积方案中，这是对效率、发热与制造成本之间的一种合理的折中。这款 OPPO 小方屏氮化镓充电器在小体积、高功率密度、全国产器件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，堪称当前国产中高端氮化镓充电器的典型参考架构之一啊。要说缺点嘛，大概就是它小得太离谱了，让人恨不得兜里面多放几个。这个充电器拆也拆了，测也测了，最后总结一下，从测试到拆解，这款 OPPO 小方屏100瓦氮化镓充电器得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，这不是一款炫技型的产品，它更像是一款重实用、重稳定、结构成熟度极高的快充设备。内部采用经典的 QR 反击电源架构，搭载3颗蓝芯定制的芯片，虽然没有资料公开，但从布局和外围搭配来看，是蓝芯高集成度控制方案的典型代表。配合伊诺赛科的氮化镓、评委的 MOSFET、东家的电解和固态，这些都是稳定性优先、成本控制得当的成熟选型。体积小巧，却没有牺牲任何功能，支持 PD 65瓦、SVOC 100瓦。充电毫无压力，输出文波最高 74.7 毫伏，低于常规国标限制，电源干净，对手机电池更友好。转换效率实测220伏的电压环境达到非常不错的 90.4%， 这可是 AC-DC-DC 的2级转换效率啊！这一整套的表现说明了它不仅堆料对路，而且调教合理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不仅是芯片选得好，还得 PCB 布局、散热设计、电气隔离全方位配合。所以，如果你是 OPPO、一加、Realme 真我用户，想要私有协议全速快充，这款小方屏必眼入。如果你是需要这种体积小巧的65瓦 PD 充电器，它也很适合你长期使用。它的稳定与发热控制在65瓦级别里也是非常有足够的竞争力。视频结尾最后一句话总结：结构合理，温控在线，体积够小，协议够好。这款小方屏拆开之后更有底气，推荐给大家。测是为了了解，拆是为了真相。
认真车宅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宅，感谢各位老铁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，有你们的陪伴，就是我继续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